醒了，可有不舒服的地方？帝君，他怎么会这么温柔的待我？这一定是个梦境。既然是梦，倒也可以圆一些未尽的梦想。梦中的帝君竟然也这么真实，让人不敢相信。这种时候该如何吸气呼气，也需要我教你吗？在我们青丘一向是这种风俗，你不要土包子没见过世面胡来评论我。你才3万来岁，一介幼户，这种风俗你也知道？反正我们青丘行这种事到底什么风俗，就连我这个土生土长的仙都不知道，帝君他肯定也不晓得。你方才是不是呼吸了？这在我们青丘是一桩大忌。我隔壁的灰狼弟弟他的一个表兄，曾经就因为这个缘故被定了亲的女方给退婚了，因为这是被人看不起的一件事。这个风俗有意思，我都没试过。再试试你们青丘的风俗，倒也不错。呀，这么不要脸的话你也说得出来？刚刚是谁先搂过来的？你还记不记得？那诚然是我先搂过去的。不过这就是我的梦，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你只是我想象出来的，我想占你便宜我就占你便宜，但是你不可以反过来占我的便宜。反正在我的梦里没有什么章法，你也别同我讲什么大道理，只有我说的事情才是唯一的道理。原来当在做梦，我还想你怎么突然这么放得开了，而且竟然没有生气。什么叫当在做梦？难道不是做梦？我是在哪里啊？我为什么要生气啊？难道我真的占了你的便宜？你还记不记得你入睡前在做什么，小白？我好像失忆了。你的手好冷，害怕吗？我在这里，有什么好怕？你只是睡昏了头。有的时候睡多了是会这样。最近发生的事情你还记得吗？其实什么都记不起来了，我觉得也没什么。既然你不是梦，那这里也不是九重天，那我们又不是在九重天，为什么你同我在一起啊？还有，
你这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？我们又是在哪里啊？这没什么，小白。这个地方叫做阿兰惹之盟。你还记得你离开太晨宫是什么时候吗？不就是几个月前，你取缔后的时候？看来此时的小白，只有九重天上做灵狐时的记忆，所以才未生我的气。这样就好办多了。阿兰惹之盟会扰乱重伤之人的记忆。重伤之人？我又受伤了。阿兰惹之盟是做什么的？此处是个类似于十恶莲花境的结界，燕赤雾将我困住，你担心我，就匆匆赶来救我。燕赤雾他也太厉害了，竟然把你关了2次了。他不但关了我，还关了你。我们在这里出不去，只能困于此中。他这个人怎么这么坏心眼儿啊？那怎么他再次困住你，我奋不顾身来救你这段我都不记得了。因为你睡糊涂了，小白。你不总是在我被困的时候来救我吗？你果然晓得我是那只小狐狸了。你怎么现在才晓得？是我的错。其实也没有什么。当时季恒还未来太晨宫之前，你一向都对我很好。季恒来了之后，你才对我变坏了。这个你不用放在心中。季恒，他是你的心上人，而我，那时大约只能算是太晨宫的一只灵宠。我将他抓伤了，你将我关起来以示惩戒，其实也没什么错。你一时没有来看我，也没有什么。那时你同姬恒准备婚事，婚事这个东西一向异常繁琐，有诸多礼制，你一时忘了我，我都能想通了。你近期喜爱的那只灵宠，差点将我弄死之时，你更不用太在意。如今这个事情我已经琢磨出一套道理，能够自己想得通了。当日倘若我乖乖认纯灵将我拘着，这等祸事也都不会发生了。所以我不能怨天尤人，终归其实是命中注定我运气不太好吧。我在你宫中受了那么多磨难，也许是老天借此来暗示我们无论如何都没有缘分，所以我就小白，所以你想怎么样？小白醒来有近半个时辰，坠入阿兰惹之盟，小白修为尽失，靠着我1日3喝生血喂着，方把元神的伤补齐，身体仍然十分虚弱。即便是我以己身灵力做出一个调养封印来，小白醒来后，他的仙体也必须在1个时辰内置入其中，
方才有效。封印虽是养先帝的好地方，元神却不宜长时间居在此中。似小白这种状况，将元神放进此地族人的身体中，时时能汲取一些生气的养着，才是最好。至于阿兰惹之梦，倒不急着出去。此时小白心中记恨着我，但力将他放入调养封印，唯有最后半个时辰，让他继续记恨着我，度过这最后半个时辰，对谁都是一种浪费。怎么了，帝君？为何你的表情看起来如此凝重？小白，其实我们已经成亲了。成亲了？怎么可能？为什么不可能？为什么我一点都不记得了？你不记得，是因为你失忆了。方才我说你睡糊涂了，是担心你知道后害怕，但实际上，你是失忆了。我怎么这么倒霉？但是，我怎么可能答应这门婚事呢？因为小白，你不是喜欢我吗？可是一定不是这个理由。如果是因为这个理由，那我之前做的那些……那只是其一。最主要的是我跪下来求你原谅了。你向我下跪了？你为什么要娶我呢？该不会是你把我怎么了，所以非要娶我不可？那你的心上人姬恒呢？姬恒？你怎么会这么想？姬恒和我的年纪相差的，我和姬恒没什么关系。那我其实还在做梦吧？我没在做梦。那我们的确是成了婚。这事情我怎么越来越糊涂了？那我还有疑问要向帝君请教。倘如你所说我们已然成亲，那我家老头子是怎么答应这门婚事的？因为我家老头一向是个很俗的神仙。你既不是3代世家，如今又没有手握重权，他们应该不会把你考虑在择婿的范围内。青丘还有这种择婿的规矩？没听说过。或许白毅虽然觉得我没有什么光辉的前程可言，但是都给你跪了，胜在为人耿介忠厚，觉得我可怜就答应了。为人耿介忠厚？这是我爹说的？他还觉得你可怜？你们青丘一向心软，容易泛滥同情之心。这倒也是。看来你确实没有唬人，我同你果然已经成亲了。可是，帝君，你除了下跪还干了其他更加丢脸的事情吧？你可不能因为我都已经记不住了就随便唬我。光是跪一跪就想让我回心转意这件事，实在是太小看我了，我可不行。他若能让你想得通，我该怎么做，小白？帝君不答反而问我，肯定是害羞了。也是，他当初为了挽回我，
定做了许多出格之事，此时不忍回忆。你想让我怎么样，小白？这个吗？我听说，剖心为证，才最能证明一个人待另一个人的情谊。我姑姑跟我说，在凡间十分流行。剖心示人，同人表白心迹，没有比这个更有诚意的。因为凡人剖心即死，而已死方可明之，此之不可不忠，才不可不信。当然，我也就是这么一说罢了。因为你突然问我，我想要你做什么，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不过是垫一垫的话罢了。若以后我想出真心想让你做什么，我先记下来，之后再同你对。反正都已经成亲了，也不着急。也好，你先欠着，今后随时来找我对。手太凉了。这个暖手炉里我加了安神香，待会儿好入睡。果然是成亲了。今日我说什么，帝君竟然就认什么，还为我暖手天香。天上下红雨也没有这么难得。你先暖着。哦，我是想看看你添的什么香。我觉得你不是在想这个。哦，原来是在想这个。我才没有想这个，我就是在想，既然已经成了亲，那一定不是我主动亲你，必然是帝君主动。因为我是一个矜持的人。说的不错，的确是我主动。待你数月后调息完毕，从封印中出来，混乱的记忆会不会修正？忆及这一段，会不会更记恨我？小白，到时候我要怎么哄你？这样真行吗？除了等，我们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。入阿兰惹之梦救人，凶险无法预知。曾有位上神，因在其中设了重法，不仅人没有能救出，还致使结界破碎，与被救之人一同赴了黄泉阴司。虽然帝君法力无边，但是这阿兰惹之梦却正容不得高深法力与之相衡。他们此去这许多时辰，臣心中担心，帝君同九哥他，怕是以凶多吉少啊。无论如何，帝君一定会护着他的。这个阿兰惹之梦，你护着他像个软壳鸡蛋似的，碰不得。依我看，既然哪条路都是凶多吉少，不如一锤子把它敲碎了，也好看看里边两个人是死是活。这冰块脸除了法力高深些，也不顶什么大用。这法力正好在梦碎的时候用来护着小九。反正他已经活了那么久了，
少活几个年头，对他来说也没什么分别。比起两人齐困死在梦中，这个法子虽孤注一掷，但听上去也有些可行。对于这个阿兰惹之梦能否困住帝君，其实我也有几分兴趣。说来说去，就是没办法呗。哼，你们这帮神仙都靠不住。你有办法喽？我也没办法。小妍，你去哪儿？想办法。待在这里是乖一些，过些日后，我就将你的元神放回来。你得病了吧？这梵音谷哪位良药比得上神官的血？我来救你。